真的必须要上班吗？这是我在2023年向自己发出的一个提问，但现在回头来看，这个问题未免太片面了。对于我们的定义，一方面是广义上的，每年毕业涌入职场的无数年轻人；另一方面也是狭义的，是我自己，是那个正在北漂、被工作束缚，甚至可以说是被囚禁的我。机械的日常，无休止的加班，持续的精神内耗，那份工作几乎榨干了我。而现在回头来看，重新审视这个问题，发现我真正想追问的并不是要不要工作，而是我该如何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。巴厘岛的晚霞，大海晚霞。于是我辞掉了北京的工作，选择脱产考研。幸运的是顺利上岸，那这趟印尼之旅正是我送给自己的奖励。我们从北京大兴机场出发，落地泗水的朱安达机场，这里位于印尼的东爪哇岛，火山就是在这儿。第一站，塞梅鲁火山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天，现在是早晨5点多，这儿就是塞梅鲁火山小镇。塞梅鲁火山被遮住了，然后我的无人机在这儿，等天上的这片云走一走，就可以拍到塞梅鲁了。就在刚刚，我这台飞机还有10%的电，从塞梅鲁火山，你看，就是从前面几个房子那个地方回不来了。我当时往下一看，正在一个那个农田之上，类似于，然后我就想，如果掉在农田上面，我该怎么捡回来呢？我得下到那个田里。结果发现，突然又多了几的电，我就拿手动操纵它，然后最后让它飞到路上，我去那边捡的，最终还是飞回来了。给大家分享一下我23年为什么决定脱产考研吧。我毕业之后就到北京工作了，北漂了3年，前2年都还好，初入职场，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到一个职场人的身份，这里面包括了对于工作的新奇、同事的友好相处、公司氛围融洽等等，这些都是让我在工作的前2年感到很快乐的原因。直到23年的这一份工作，起初当然我也是满怀热情的跳槽到这家单位，但是在这份工作大概半年的时候，我愈加发现在工作中，我的创意灵感被人抹杀，内容的创造性也被商业的赛道塑形。说直白一点呢，就是你有很多创意都实现不了，无论是因为人还是因为行业。相信给甲方服务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，所以我开始思考，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摆脱这种被困住的生活。一边分享我的经历，一边带大家看看印尼的风景。接下来是布鲁摩火山。凌晨2点，布鲁摩火山的山脚下，现在在等吉普车上山。我已经3合1都穿上了，现在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，不能再多一点点，特别的冷。完全为了谋生而工作，就和坐牢一样可悲。我开始尝试在兴趣和生存之间寻找平衡。最直接的想法是裸辞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但现实是残酷的。我评估了一下，以我当时的积蓄和体量，只靠接单是很难在北京活下去的。这个路子行不通，那我就继续往下推。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考研是不是一个好出路呢？如果我考上了的话，那就会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作为学生，生活成本也不会很高，以我兼职的收入就足以养活自己了。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立刻开始调研，考什么学校、什么专业，要花多少钱，精力怎么分配。1个月后，2023年9月，25岁的我决定考研试试。
年元旦之后，我辞职脱产回家考研。考研的那一年，也就是去年哈，在下半年的时候断绝了所有的社交。12月份临近初试的时候，我足足18天没有出过门，一直在家不停的学习。这样的学习方式导致我在那个阶段里性格极其内向，因为总不与人交流嘛，对人也非常冷漠，没有了以往的热情，也直接导致我从一个艺人变成了一个爱人。那现在的我倒是好很多了，能够坐在这里和镜头前面的你们分享，说说我考研的心得。我打小学习也不好，高中学艺术，本科也是普通的一本。那你就会想问，哎，你怎么以前学习这么差，却用1年就考上了研究生呢？毕竟现在国内考研环境这么卷。我觉得要分2点来看吧。第一就是目标感。当你有一份足够清晰的长期计划后，你是会有很强的目标感的，并为之进行努力。这是一个追寻的过程。我个人倒是挺享受这个过程的，会有足够多的新鲜的事物来刺激我。跳出以往我熟练的工作圈，进入到一个我相对陌生的学习的圈子，就是你要时不时的跳出舒适圈，去尝试能给自己带来挑战和满足的事情，并且呢，获得阶段性的正反馈，这非常重要。无论是做什么，没有及时的正反馈，是会很难让人坚持下来一件事情的。不开玩笑，追海豚的船比海豚还多。第二呢，就是运气吧，能1年考上，当然也离不开运气。我的实际感受啊，在我出事的那1年里，我并没有觉得很痛苦，学的真的还挺带劲的。但是现在翻过头来让我再来看，我绝对坚持不下来，想想都觉得苦。所以呢，我也特别佩服那些2战3战的同学，祝你们所愿皆所得，努力不白费。2023年9月份的时候，当时我的工作有一部分内容是导播，我就经常在导播台的背后开始幻想。想象自己考上研究生之后，一定要来东南亚的海岛来飞无人机。就在今天，2年前的愿望在佩尼达岛终于实现了。2年前就想来的地方，今儿终于来了。来到了这趟旅程最想停留的地方——精灵坠崖，也是我此行中最大的心愿。过去的2年里，我无数次在脑海中描绘站在这里飞无人机的画面，也反复想象着顺着陡坡走下去，亲眼看看苹果壁纸里的那片海滩究竟是什么模样。我并不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，我不敢裸辞直接来到印度洋的尽头旅行，我总是在等。我想要周全，想要结果，我要等到有更多的积蓄，等到考研上岸。普世的价值观一直与内心的自我碰撞，似乎必须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才能有出发的勇气。我的少年心气儿早就被日复一日的生活磨平消散。如今，躺在湿润柔软的沙滩上，仰望那片湛蓝的天空，一切竟和想象中的别无二致。海风裹着咸味儿拂面而来，脚下是细腻的沙，眼前是一望无际、狂野清澈的大海，仿佛这是地球最原始、最纯粹的模样。
和身边很多朋友几乎都在步入社会的几年后，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气儿逐渐消退了，疲惫、麻木、无欲无求。一上班就期待周末，没心情搞兴趣爱好，打开书读不进去，躺着玩手机刷短视频，无聊到打一天的游戏。僵化的工作中被消耗的精力，只能够通过这种最简单的形式来得到恢复。慢慢的人就会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，活得像一个空心人。贾樟柯写道：生命到这个地方就不再有奇迹出现，剩下的就是和时间做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。但是我不甘心，我要在这日复一日的庸常日子里，不断找到新鲜的事情，不断的去探索未知的领域，要让自己不断的突破舒适圈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并能够为之进行长期奋斗的事情。我操，太爽了！这是我当下想过的人生。What's their name? Oh, I hope I don't lose you. Please stay. I want you, I need you, oh God. Don't take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've got. Please stay. I want you, I need you, oh God. Don't take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've got. Oh, please don't take